想知道最近韩国在流行什么吗？想了解关于 K-pop 的大小事吗？想听到关于我 Vivi 的小秘密吗？那就赶快来听想见 Vivi 吧。大家好，我是想见 Vivi 的 DJ Lucember 的 Vivi。等了很久，终于等到今天在视频上跟大家见面啦。好像已经很久没有跟大家在电台上打招呼了，突然觉得好感动啊！特别是今天不是跟我们韩国的粉丝，而是像这样跟我们台湾的粉丝打招呼，感觉更新鲜了。大家是不是很想念我呢？因为我也很想念大家，所以我也特别找到了再次通过电台和大家见面的机会，也很感谢视频的邀请。希望今天能够一起度过美好的时光。好想你啊 Vivi， 我也很想你们啊！现在很多留言在上来，보고 싶어요。 저도 보고 싶어요。 感谢找到。哇，才刚开始没多久就有这么多留言，大家真的超级热情的，谢谢大家的留言哦。因为我是视频的新手 DJ， 还不太习惯，再加上大家超级热情的帮我留言，可能没有办法每个留言都读得到，但我会努力尽量读到你们每一个人的留言。对了，大家知道吗？在视频里面有一个叫做粉丝公告栏的地方，进入视频 FM 官方账号的个人页面之后就可以看到咯。大家有任何想跟我说的话，都可以在视频 FM 官方账号的粉丝公告栏上面留言，不觉得超赞的吗？不管是对 K-pop 文化有好奇的部分，或是想对我说的话、应援的信息，还有就是对今天直播意见想法，想在下次直播听到的内容等等，都可以上传到视频 FM 的粉丝公告栏上面哦。每一个留言我都会一个个好好认真的读哦。如果是有特别印象深刻的留言的话，我会在下次的节目中跟大家分享或是回答哦。偷偷跟大家说，在粉丝公告栏上面留言的人，如果下次被选中的话，在下次节目中里面介绍的话，也许会有小礼物哦。那么接下来就要正式开始了。节目的第一个环节，想见 Vivi 的第一个环节呢，就是能够和我一起玩小游戏的 Vivi 娱乐师啦。如果是视频的忠实观众的话，应该都知道，娱乐师这个环节几乎已经是视频的节目招牌环节了。跟其他的电台主要是由我来讲，大家来听的方式不太一样。在这个环节中，大家还可以跟我一起互动，玩些小游戏哦。那么今天 Vivi 娱乐室的主题呢，如果是我们粉丝的话，应该都知道我是我们团体里面的发型实验师吧。从出道开始，我真的染过很多发色，做过了很多不一样的发型，所以想说在这个环节中跟大家一起选出到目前为止我染过的发色跟做过的发型中我最喜欢的。简单介绍一下这个环节的进行方式。
大家有听过理想型世界杯吗？用韩文说的话是이상형 월드컵。在这个环节呢，我们会像理想型世界杯这个游戏一样，用2选1的方式来一步步选出我最爱的发型。等一下呢，总共会有4张不同时期的专辑照片显示在直播画面中。首先从2次的2选1中选出总决赛的候补之后，最后会在总决赛的时候选出我最爱的专辑造型啦。其实我也不知道工作人员准备了哪些照片，所以我一方面很期待，也很紧张呢。大家记得等等照片出现的时候，要多多留言告诉我你们的意见哦。那么我们赶快开始吧。哦，看到了吗？第一个是粉红色的 Vivi， 就是我刚出道的时候，粉红色的头发加上这个小辫子，那时候真的发色很好看，也很梦幻的感觉。然后第2张的话，就是到后期一点点的金头发的 Vivi。我觉得其实2个都不错，我也蛮喜欢，就是染不一样的发色，感觉就都尝试一下。大家觉得哪个好看呢？苹果头超可爱的，谢谢。都可以选吗？虽然我知道2个都还不错，可是还是要选1个啦。Why Not 的惨色最正，那个也蛮好看的，确实。可是在这2个先选1个，粉色、金色，绝对是粉红色啦。好怀念哦。对啊，我也很怀念。可是我在这里选1个的话，我大概会选，粉红色吧。毕竟粉红色这个感觉跟我这个色调是好像更配的感觉。个人是比较喜欢粉红色的。那么第二个，下一个也还有2张，我们来看一下那2张吧。这里就出现了我那个惨色头发，而且是超级长，然后还有这个wave的。然后第4张的话就是黑色头发的直发。黑色头发，可能因为我一直都染很多颜色，然后所以第4张这个时候，其实黑色还蛮新鲜的。我那时候大概黑色头发没有染过很多年了吧。哪个觉得更好呢？选择障碍耶，我懂，的确会有这种障碍，可是我们还是要狠心一把，选1张。是33333，黑但长发也很爱，我也是诶。我来选的话，我还是黑发吧。黑发的时候，那个气氛感我还蛮喜欢的。好，就是黑发的，我选。好了，那么这么竞争激烈的预选赛就在这边结束啦。
现在到了决赛的时间啦。虽然大家跟我说不管什么发色都好看，但是我是觉得还蛮难选的。最后决赛我选得出来吗？对了，大家有看到那个画面右边出现的投票箱吗？投票箱，哦，有，在那边，大家投票一下，让我知道你们最喜欢的发型。真的，粉红色跟黑色，那不一样诶。投了投了，快投哦！粉色100分。Vivi 说话好可爱，不知道为什么有一点韩国腔的感觉，我也觉得好像有点在讲韩文的感觉吗？在总决赛进行的同时，大家都在旁边帮我投票，投一下大家的意见吧。不知道大家喜欢的发型跟我喜欢的一不一样呢？我也很好奇结局啊。那么我们就来进入总决赛吧。大家赶快帮我去投票一下，到底哪一个会赢呢？哪个是最喜欢的呢？大家在投票的期间，我们先来听一下我最近常听的歌曲，再回来吧。大家记得多多投票哦。
好的，我们听完歌曲回来啦，大家都有帮我去投票吗？刚才我们听到的歌曲是我们意大利소녀在参加 Kingdom 2的时候表演的 Shake It 这首歌。微久的听到这首歌，又想起当时节目的回忆了呢。大家觉得怎么样呢？那么终于要到公布那个投票结果的时间啦。究竟我 Vivi 染过的发色中，大家觉得更适合我的是哪一个发型呢？我们赶快来看看大家投票的结果吧。嘟咕嘟咕，哦，几乎有大概5、6成、6、7成的粉丝都选了粉红色的头发。这个粉红色头发果然就是比较标志性的嘛，可能。我也觉得那时候确实那个反应也很好，然后粉色头发也是感觉很不一样。真的，很多粉丝都会说让我再染一次粉红色的头发。虽然我也想再染一次，可是现在还不到时候。我会以后有机会的话，肯定会再染的。大家很热情的投了票，谢谢大家。然后，究竟大家的选择跟我一不一样呢？我的选择的话，真的很难选。粉色我也是选，果然我们想的可能都是差不多的。我也是觉得那时候粉色头发就是对我来说还蛮特别的，然后毕竟是出道时候染的，所以印象也很深刻，也很喜欢。大概现在再染一次，大概感觉也很不一样。可是下次有机会的话，肯定还是会再尝试一下这个最多粉丝喜欢的发色。我很开心，就是能够这样跟大家一起回顾从出道到现在活动，也感受到时间真的过得好快哦。每一次活动对我来说都是很珍贵，也非常感谢一直以来帮助我们的工作人员们，以及支持我们的 OB 粉丝们哦。就这样，想见 Vivi 的第一个环节 Vivi 娱乐室就到这边结束喽。我们马上进行下一个环节吧。想见 Vivi 的第二个环节呢，就是 Vivi 的 Pick 啦。在 Vivi Pick 的这个环节中，我会想跟大家推荐一下我喜欢的音乐哦。大家猜猜看，我想介绍的歌手是谁呢？有猜得到吗？哦，Old Eye Sucker，当然也是很值得介绍的歌手，还有 Luna， 对，还有1/3，对，都是很值得介绍的歌手。可是，不是我今天想跟粉丝们介绍的。今天我介绍的是台湾的歌手，大家能猜得到吗？台湾的歌手应该不难猜吧？提示的话，男歌手，不是组合的。哦，周杰伦，然后还有周兴哲，不是呢，今天呢，林俊哲啊，我来公开吧。
好像有人猜对咯。今天我想介绍的歌手就是卢广仲啦。因为卢广仲本来就很有名，大家应该都知道卢广仲吧。虽然卢广仲的所有歌曲我都非常喜欢，今天我想给大家介绍的是刻在我心底的名字这首歌。刻在我心底的名字这首歌呢，是在2020年发行的，是刻在我心底的名字这部电影的同名主题曲。在卢广仲这么多歌曲中，我选择这首歌的原因是，它就是让我觉得很感动，然后也很有触感。可能因为我也是看完这个电影之后才听的歌，所以就很投入这个电影的剧情。大家有看过吗？如果有看过的话，大概都会懂我的意思。这首歌听的时候，有种心酸，然后也有种怀念，也有种不舍的感情。如果没有看过的话，可以去看一下哦。这首歌也真的很好听。这个电影其实还蛮有名的，所以应该很多人都看过。呢首好正，对呀，真的很好，超赞的歌，好好听。这首歌的歌词也写的超棒的。歌词里面我最喜欢的歌词呢，大概就是它副歌的部分。刻在我心底的名字，忘记了时间这回事，这一部分吧。这部分它是，我觉得每个人都会，就是有很重要的人在自己的心里面，所以就在我们回忆我们很重要、很思念的人的时候，感觉时间真的会忘记了，就是会有种时间过了也不知道的感觉吧。就我想了，好像才想了一下，时间就已经过了1-2个小时这样子。然后还有他这个歌词，其实我觉得他歌词都很好，都很喜欢。然后茫茫人海却又想起你，这个也是我很喜欢的，因为它是真的在每天我们生活都有很多事情发生，可是我们很重要的人的话，真的会就在任何情况、任何事情发生的时候，就会突然有一下就会想起自己心里面的那个人，可能是我们的家人、朋友、情人这样子，所以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个感情。大家都听过这首歌吧？或者是大家最喜欢卢广仲的哪首歌呢？赶快留言告诉我吧。这首歌我最近也是蛮常听的，真的听着听着就会巴着头咯，就是整个人会陷到这个歌曲里面，感觉进入到这个电影的感觉。感谢帮忙翻给外国人听的超人。好不容易离开思念的轨迹啊，这个部分也很好，真的，他歌词真的写的很有感觉了。
然后也很配合他这个电影，真的是我看的我都哭了，在那个电影的时候。Vivi 就是我们心中最重要的人啦，我们粉丝也是我心中的人，我们要一起就是过更多的时间，一起见哦。然后，世上最好的声音，然后，哇，真的很多留言啊。好的，然后不知不觉 Vivi Pick 的这个环节也要结束啦，大家觉得怎么样呢？最近过得怎么样啊？我最近过得还蛮好的，等一下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最近。有没有机会来台湾吗？我也很想去台湾见大家，我也很喜欢台湾。以前我有去过一次旅行，对，那时候真的很好玩，很喜欢。今天的 TMI，大概就是我今天超级晚起床的，因为昨天大概凌晨四点，快4点才结束行程，所以今天就睡得比较晚啦。那么我们就来听我们刚刚介绍的刻在我心底的名字这首歌后，进入下一个环节 Vivi Episode 啦。好几次我告诉我自己，越想努力赶上光的影，越无法抽离而已，觉得美，刻骨铭心，只有我自己，好不容易交出真心的勇气，你沉默的回应是善意，刻在我心底的名字，忘记了时间这回事，于是谎言说了一次就一辈子，曾顽固跟世界对峙，觉得连呼吸都是奢侈，如果有下次我会再爱一次，刻在我心底的名字，你藏在尘封的位置，要不是这样我怎么过一辈子，我住在霓虹的城市，握着飞向天堂的地址，你可以翱翔，可是我只能停止。寻找你，茫茫
人海，却又想起你。好不容易离开思念的轨迹，回忆将我联系到过去。刻在我心底的名字，忘记了时间这回事。既然决定了想一次就一辈子，希望让这世界静止，想念才不会变得奢侈。如果有下次，我会再爱一次。刻在我心底的名字，你站在尘封的位置。要不是这样，我怎么过一辈子？我住在想你的城市，握着飞向天空的钥匙。你只需要想，还有我为你坚持。刻在我心底的名字，忘记了时间这回事。既然决定了想。想见 Vivi 的第3个环节呢，就是 Vivi episode 啦。由 K-pop 偶像 Vivi 我来告诉大家关于 K-pop 的大小事，只能在 Vivi episode 中听到，千万不要错过哦。我苦恼了超级久的，大家到底好奇哪些关于 K-pop 的事情呢？应该怎么跟大家分享大家好奇的事情呢？想了超级久的，所以我决定要像系列影集一样，这个礼拜先跟大家分享我练习生时期跟我出道初期的故事，还有最近重新出道准备的一些幕后花絮。2个礼拜后呢，也就是9月7日的时候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之前准备 Kingdom 2这个节目的幕后小故事。所以说，如果有我每个都超好奇的朋友们，这个礼拜也是，下礼拜也是，不要忘记礼拜4晚上8点想见 Vivi 的 Vivi episode 来找我吧。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聊聊我们我练习生时期我出道初期的故事，还有最近准备重新出道时发生了一些什么的有趣的事情呢？大家应该也很好奇我练习生时期有哪些开心跟辛苦的事情吧？今天就来一个个跟大家说吧。对了，大家有看到右下角新出现的信件箱吗？刚刚信件箱的功能已经打开咯。在 Vivi episode 进行的过程中，如果有好奇的部分或是想要跟我说的话，可以按下荧幕右下方的信箱寄信给我哟。我来韩国当练习生的时期大概有快1年吧。时间的话，我那时候来了韩国才开始学习这个韩语的关系，所以我那时候其实就是基本上是用英语来沟通吧，就用一些很简单的，然后用一些身体语言这样子沟通，所以这个还其实蛮有趣，可是也蛮辛苦的事情。毕竟就是偶尔一下的话还蛮有趣的，可是到我真的有些话想说想表达的时候，可能就是会
沟通上会有一点问题。毕竟我那时候好像就只有我一个是外国人，可是因为只有我是外国人的关系，就感觉蛮新鲜的，然后也就是韩语学习的时候也可是更顺畅吧，因为我在韩国的话，基本上就没有机会讲广东话跟中文跟普通话，所以基本上我都是要用韩语来沟通。对。然后我那时候好像，韩语进步的很快的一个时期，是在我跟这在准备出道之前，可能就是会跟公司的人，就是关于一些减肥啊什么的这种事情，有一点就是意见不合，所以就会从那个过程中努力的争取，我能吃的东西，然后就会因为这些事情而让我的韩语讲得更顺畅吗？因为就真的可能那时心是很急迫的，然后就把我会讲的韩语通通讲一遍，然后跟那个经纪人说，然后跟他一直有点就噼里咔啦这样子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还蛮好的方法，真的，因为可能这种时候会反应更快一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现在想起来还蛮有趣的。然后那时候也讲的其实蛮辛苦的讲的，因为毕竟会的韩语有限。可是现在想起来，其实真的还蛮好玩的，竟然能用这种机会来进步我的韩语。所以大家要是学韩语的话，可以找一些就是这种很有想法、很有意见的事情，然后跟朋友一起说一下，或者是跟老师这样讲一下，还蛮好的。然后经过这个漫长的练习生生活之后，我终于以이달의 소녀本月少女的成员出道啦。这边替不知道的人说明一下，我们出道之前，宣传计划持续了总共18个月才公开了我们所有的成员。我们总共有12个成员，然后在其中我是第5位公开的成员，在2017年2月13日第一次跟大家见面。那时候其实我们因为有12个人嘛，一个一个人的出道，其实可能粉丝的话，那时候会以为我们就是已经选好了12个人，然后再准备了。可是其实我们那时候就蛮像选秀节目的，因为我们是大概前部分的成员是选定了，可是到后期的成员可能就是突然进来，然后很快就准备，或者是公司把他们分到别的地方练习，然后到出道的时候我们才见面，这样子的关系。所以这个其实还蛮新鲜的，毕竟明天就公开的成员我们也就可能才见了2天这样子，所以那时候粉丝都很好奇，然后都会问下一个成员是怎么样的啊？下一个成员是谁啊？这样子都会很好奇。可是其实我们也是跟粉丝一样，我们也很好奇啊，到底是谁呢？这样子，然后我们就跟大家知道的一样，我们是有3个小组嘛，
然后每个小组都有不一样的 concept， 不同的那个风格，所以其实我们那时候还很好奇的就是，我们完整体12个人出道的话，到底是以哪个风格出道呢？就也会在想，粉丝们会比较喜欢哪一种呢？所以我们那时候其实就每天都有很多的惊喜。对，还有我们因为后期的话，可能我们也是没有认识多久嘛，然后可是我们要一起拍摄，然后一起拍一些幕后花絮的时候，是会有那么一点尴尬。毕竟MBTI 是 I 的话，都会懂这种感觉。虽然很想亲近一下，可是还是需要一点时间。然后我们也是通过就是准备出道的12个人准备出道那个时期，才慢慢开始亲起来的。对。然后另外应该很多人也知道，最近我们成员们都有了新的开始。我和현진、여진、고원、黑猪，我们5个人现在正在准备以 Lucember 这个名字重新出道，所以最近真的因为准备专辑的关系超级忙的。我们这次毕竟是一个新的出发嘛，所以我们其实也准备了很多不一样的，然后也烦恼苦恼了很多，想说粉丝们会喜欢怎么样的呢？毕竟我们本月少女12个人的这个是密切关联的，跟我们对吧？所以我们也是希望就是 Lucember 出来的时候，也是让大家一起感受到我们的那个感觉，所以我们就是烦恼了很多，到底哪一种风格会喜欢呢？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我们新出道的歌曲吗？那可能就是就很难说诶，一个字的话，我们这个就是很不一样的风格的感觉，可是也是很连接的感觉吧。好像好悬啊，就是我们这个 teaser 已经公开了嘛，预告片，然后看了的人都知道，就是其实那个感觉还蛮像的，跟之前。然后，可是我们还是会以新的这个面貌跟大家见面的，所以多多期待一下哦。虽然真的准备的时候很忙又很累，可是想到能够再次站到我喜欢的舞台，光是想一下就很幸福呢。希望可以赶快见到我们粉丝们。对了，大家记得刚刚右下角的那个信箱吗？如果有忘记的朋友，赶快去写信给我哦。大家在写信的时候，我们就来听听一首歌，之后再回来。
내 주위 모든 것이 blue now With you now 접힌 종이들 그 사이를 맴돌듯 I better be around you 시탄작은 날개짓 이전에 맘의 hurricane Been been there, never been there 세계가 점점 작아질까 데려가줘 way to far 새로운 이 순간 dreams make come true 원하시 fly like a butterfly 날 향해 데려가 wings wings 이대로 fly like a butterfly 그대의 맘속에好的，大家刚刚听到的是我们意大利소녀的 Butterfly 这首歌，大家觉得怎么样呢？我知道我们很多粉丝都很喜欢这首歌曲，所以说一定要在这个节目里面放一下这首歌。那么我们赶快来读一下刚刚大家给我们写的信吧。想对 Vivi 说的话跟问题，从一开始出道关注 Vivi 到现在感觉很不可思议，经历了很多，也跟着 Luna 一起成长，很开心能遇到你们，让我的生活多了好多乐趣，也希望 Vivi 跟所有 Luna 的成员走花路，大发。谢谢你，真的感觉这个时间真的过得很快，从我们出道到现在一直在关注的话，真的那已经大概有6年了吧。哇，真的。然后下一个편지 혹시 아직까지 발음하기 어려운 한국말이 있어? 有没有到现在都觉得很难发音的韩语吗？有啊，韩语发音我觉得最难的就是修跟那个릴，
它这个两个发音是感觉跟中文的很不一样，然后就是比较难发一点的吧，所以就是发的时候可能就会注意一下，或者是要练习一下这样子，还是会想一下这样子。好的，下一个。想问姐姐最喜欢 Luna 的哪一首歌？还有刚进公司的时候是最先和谁变亲的呢？我最喜欢 Luna 的歌的话，这蛮难选的。一首歌的话，Flip That，Flip That 吧。毕竟是我们最后那首活动的歌曲，然后那时候也蛮有意义，然后印象也很深刻，然后那个也是蛮不一样的我们风格的歌曲，然后也很多粉丝喜欢，所以我选《Fit Up》这首歌。然后我刚进公司最先和有金、于真、黑金其实刚进去的时候大概是현진吧，현진跟黑金，他们因为就是黑金的话是跟我同一个房间的，然后현진的话他就是虽然我那时候不会讲韩语，可是他会跟我说很多一些英语的单字，所以还蛮有趣的。然后就是他也会跟我开一下玩笑，跟我说后面有 ghost 这样子。然后这些的原因，我们还亲得蛮快的。对，然后下一个还有吗？편지 이거 마지막이네요. 这个是最后的편지，这个信还蛮多的，可是时间上可能没有办法每个都读。下个星期有机会的时候再来看一下吧。就这样，今天第3个环节 Vivi episode 也在这边告一段落了，马上进行下一个环节吧。欢迎光临，这里是 Vivi 旅行社。最近因为疫情结束了，很多台湾人都会来韩国玩，韩国人也会去台湾玩。旅行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食物啦。所以呢，今天在 Vivi 旅行社这个环节里，为了让台湾跟韩国的大家互相接近，我想跟大家介绍一下最近必吃的食物啦。欢迎光临，这是 Vivi 旅行社。在今天的 Vivi 旅行社环节里面，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想介绍的台湾、韩国还有香港的食物各一个。大家猜猜看我会介绍什么食物呢？姐姐来吃鸡排、糖葫芦都很好吃诶。珍珠奶茶这个我在韩国偶尔也有喝，真的好喝。牛肉面对，血肠、芋圆、仙草，香港要吃刨冰、烧麦、瓦熟，哇，真的这些都是很标志性的，都很好吃。臭豆腐，还有大肠包小肠。上次去韩国马铃薯排骨汤很好吃，对，这个真的也很值得去尝试一下。菠萝包，真的，这个也是香港很有名的。然后
大家也知道，我也超级喜欢吃美食的吧。平常很累的时候，只要一吃到好吃的食物，就会打起精神。那么我们赶快来介绍一下吧。因为我现在在韩国嘛，我们就从韩国的美食开始介绍吧。我想跟大家介绍的韩国食物是起司球，大家知道吗？치즈볼。这个其实我也讲过蛮多遍的，可是我是觉得这个真的很值得来韩国的时候吃一下，因为它这个是，好像就是韩国先开始的，然后它也是，就是那个口感很不一样。对，所以大家过来的时候一定要试一下。它这个口感怎么说呢？就是外面是脆脆的，然后因为它有一个粉，它也是有一点甜的味道，可是它是糯米的感觉，所以它也是很有咬劲的。然后它里面有一大颗的妻子芝士，所以你会咬一下，你就会感受到它很多不一样的口感，所以大家要来韩国时候吃一下，尝试一下。现在因为很流行的关系，它其实已经变得很多很多地方都有，所以大家来的时候就尝试一下咯。哇，讲一讲肚子都饿起来了。我们韩国的朋友们有没有想推荐给台湾朋友的食物呢？이 방송을 듣고 계신 한국 팬분들이 대만 친구들한테 추천하고 싶은 한국 음식 있어요? 댓글에 남겨줘요. 五花肉，对，五花肉也很值得吃，真的好吃。好的，那么下一个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台湾的食物。虽然我不是台湾人，可是台湾美食很多这个事情不是本来就很有名吗？所以我对台湾的食物也蛮了解的。然后我想跟大家介绍的台湾食物是芋圆。对，刚才有粉丝讲到，真的是心有灵犀，心有灵犀呢。我真的觉得芋圆这个是一定在台湾吃药，它很好吃，然后也是很有咬劲的，然后它是一项甜品、甜食的那种。然后我那时候去台湾旅行的时候吃了之后，真的觉得怎么会这么好吃的？它好像年糕，可是它也不是年糕，就吃的时候有一种哇，蛮感动的感觉。所以大家去台湾的时候也可以尝试一下，韩国的朋友也要去尝试一下哦。刚才我们韩国的朋友们很热情的跟我们大家介绍了韩国的食物，礼尚往来，我们台湾的朋友来也推荐一下吧。台湾的朋友们，你们有没有什么食物想要推荐给外国人去台湾的时候一定要吃的呢？我来看一下，芒果冰，芒果冰也很好吃。盐酥鸡，真的盐酥鸡很好吃，它那个酥脆，然后那个咸的感觉。小笼包，他们韩国人也蛮多人知道的，所以在韩国说起的话，他们也会讲起这个，他们已经很喜欢了。九份有很多东西吃，对，我那时候也有去过那边，真的很好。黑丸嫩仙草、卤肉饭、炸臭豆腐、牛轧糖饼干，这些都是
我们韩国朋友们去的时候一定得尝一下的，希望他们去吃一下这种台湾的美食。好的，最后的最后，想跟大家介绍一下我故乡香港的食物啦。我想跟大家介绍的是月饼。月饼大家都知道吧？月饼的话，其实就是中秋节的食物嘛。因为这个食物为什么特别想介绍呢？它是只有卖大概2到3个月的时间，它就不再卖的食物，所以觉得应该很多朋友大概没有尝试过。因为在香港的话，它其实有很多的口味，然后也很多店在卖，然后可能就是中秋节前后才有卖，所以希望大家也能尝试一下。而我个人的话，我是很喜欢这个奶丸口味的月饼，所以我要是有时间的话，我也会从香港带过来韩国吃，所以大家一定要尝一下哦。它是传统的话其实是莲蓉，可是我喜欢的是奶黄的，大家都可以试一下。除了月饼之外，大家还有喜欢什么香港的食物吗？有给成员吃过吗？有啊，我一般从香港回来的话，我都会带一些好吃的，然后给他们尝一下，因为他们其实没有吃过嘛，所以有些成员他们都还蛮喜欢的，有些可能会有点不习惯吧。咖喱鱼蛋、腸粉、蝦餃、飲茶，对，这个都是香港很好吃的肠粉、煲仔飯，对，杨枝甘露，对，这个也很好吃。大家都很懂诶，香港的美食大家都去过了吧？哇，虽然前面的环节也都很有趣，但我觉得这个环节蛮好玩的。讲完大家都要饿了吧？果然美食就是让人们亲近的好方法呢。不过很可惜，因为时间的关系，想见 Vivi 的最后一个环节就要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啦。在跟大家告别之前，我们先来听最后一首歌，之后再回来做结尾吧。So I envy you.哇，时间真的过得好快哦！
跟大家这样一边回顾以前的故事，一边聊天，不知不觉已经过了1个小时了耶。今天第一次在 Spoon 上通过声音和大家互动，虽然很紧张，可是我还是觉得很新鲜很有趣。大家觉得怎么样呢？我的第一次 Spoon DJ 直播，大家觉得成功了吗？时间怎么过这么快？对啊，谢谢你今天，很好玩，很开心，成功，谢谢你，姐姐做得很好，谢谢你哦，想你不要走，我还会再来的，很喜歡，辛苦了，我永遠咁錫你，好有趣哦。謝謝大家哦，我也很喜歡。那麼現在真的要到結束直播的時間啦。最後再跟大家提醒一下節目一開始提到的粉絲公告欄的活動，以及預告下次直播後就要跟大家告別啦。從 K-pop 最新的流行趨勢開始，到關於我 Vivi 的幕後小故事，2個星期後9月7日星期四晚上8點，我一樣會在想見 Vivi 中和大家見面啦。大家下星期也要多多來聽哦。還有直播的時候可能也有我錯過的評論，在下次直播之前，大家記得多多到 Spoon FM 官方賬號的粉絲公告欄上寫下今天直播的感想，有多期待下禮拜的節目，或者寫上對我好奇的事情，或者是想對我說的應援信息哦。每個留言我都會親自讀，如果有印象深刻的留言，可能會在下禮拜的節目中跟大家介紹哦，請大家多多參與。那麼想見 Vivi 的第一次直播就到這邊告一段落啦，我們一起以激動和期待的心情來等待下星期的到來吧。2個星期後9月7日星期四晚上8點，我們一樣Spoon上見哦。結尾要為大家放的是我們本月少女 Universe 的這首歌，希望大家聽着這首歌跟我一起為今天畫下完美的句點吧。以上是想見 Vivi 的 DJ Lusamble 的 Vivi， 我們下禮拜見，안녕，OB，拜拜。